本节目由修正药业联合冠名播出，滋阴补肾、无须黑发、修正牌复方手无地黄丸。好，各位学员，我们结业仪式准时开始。老师好，老师好。哎呦，老师好，哎呦，这么多老师，啊！先掌声欢迎各位的到来，欢迎大家。今天是我们在岐黄院的最后一天，同样也是我们学徒3个月快速的成长和学习的一次总结的机会。在这里要特别感谢闪耀的导师们细心的托举和教导，如果没有他们，相信各位学徒也没办法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快速的成长。所以现在要为大家再次隆重介绍我们岐黄院劳苦功高的各位导师天团。那接下来我们就按照各位老师在节目当中出现的顺序依次打个招呼，让我们掌声欢迎沈卫东老师、王金贵老师，欢迎郭海老师，太好了，尤博文老师，而与此同时，今天我们也特别荣幸的邀请到接下来这2位特别的导师，欢迎第2届全国名中医全国第4、5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湖南中医药大学第2附属医院终身教授，曾担任湖南省中医管理局局长袁长金老师。让我们掌声欢迎广州中医药大学第1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名中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贾氏点穴疗法传承人陈荣忠老师。袁老师作为我们湖南省的名中医，今天亲自来到现场，也是要把这些人才想着说留在我们湖南，希望给大家一片成长的沃土。当然，今天如此多的老师星光汇聚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托举我们年轻的中医人才，在座的6位以及屏幕前年轻的中医人才，去鼓励他们的成长。而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用掌声欢迎今天到场的各位亲人朋友，欢迎各位家人的到来。刚刚介绍完我们的导师之外，还有一位一直关注我们学徒的成长、陪伴我们初入职场中医界的好朋友，他始终致力于传承和发扬中医药文化，推动中医药的现代化发展。他始终秉承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的坚定信念，希望以更多经典名方名药造福百姓健康。让我们欢迎修正药业集团董事长、全国工商联医药业商会创会会长、名誉会长修来贵修董，欢迎修董。再次感谢修董的支持，也感谢您今天一同来见证我们学徒的重要时刻。那么，在过去3个月的时间之内，我们的6位学徒共经历了11次的考核，在岐黄院累计接待了58位患者，而在户外义诊阶段累计接待了近100位患者。当然，我们所说出来的并不仅仅是一个个数字，也是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的每一步的脚印，更是他们在从医道路上的一个起点和基础。今天我们来到了最后的述职部分，在中医行业一路走来，并非一直伴随着掌声和鲜花，在节目播出之后，他们也时常面临着各方的关注，以及伴随着很多质疑的声音。在未来的从医道路上，他们也需要面对的不单单有病人的感谢，同样也会有自我的思考。如何拥有一个好心态，是一个医生人生道路上必须要面对的课题。各位的优秀已经通过一次又一次在专业考核当中，让我们屏幕前的各位，包括我自己也深有感触。教了这么多的学生了，你们这个领会能力上还是非常强的。你们在很多方面做的是很好，大家表现得非常不错。你们是未来。而今天在最后的收官时刻，希望看看你们如何能够把不同的声音转化为你们自己前进路上的动力。那接下来6位学徒，你们要进行一个压力测试。学徒们需要直面网友的辣评。问一下谁打算先来？
我先来吧，因为我们第一场考核的时候也是我先来。那么第一个吧，白松岩。老师好，我的患者情绪低落紧张3年，加重1年。一下子有一点 callback 过去3个月的时间的感觉了。对，确实。好，那么小白先来了。加油，小白！节目播出到今天，虽然还没有到最后一期，但是伴随着节目的播出，有网友便提问说，看完节目第1期，第一个记住的就是白松岩，但是为什么越到后面，越感觉不到小白的存在了？所以这个问题，请你先做出回答。哇，好尖锐。确实，节目第1期的时候，这种录制综艺的新鲜感冲击着我，所以第1期的时候，整个人的心态非常的放松。草原女我驰骋金谷，百家一道扬我通达魂魄。我是白松岩，您是哪里人？新疆人。新疆人啊。但是当我真正的我要踏入岐黄院，我要变成岐黄院的一份子，我以一个学徒的身份，我代表了我们这一辈中医学生的一个精神风貌的时候，伴随而来的是很迅速的不安和紧张，非常的紧张。我认为您主要是情绪，我情绪没有哎，这真的没有，这真的不对了。以后在诊脉的时候，你放松一点，你有点心急火燎的诊脉，心急火燎的去找，这不行，你要等着他来给你汇报。所以在后面的时候，我就想要很迅速的来平复自己的心态。我想应该要多听多看，不要去盲目的表现。火从窍发往下走，往下走。哦，对，它腹泻往下走。对。哦，放松，婉转回旋。这个频率，我们就推这一段心经。实际你就闭着眼睛，慢慢的按揉，是以按为主，以揉为辅。我是一个负责任、专业的医生，而不是一个乳臭未干、嘻嘻哈哈，然后没心没肺，并不是那么沉得下心来的一个状态。任何时间打磨的东西，我觉得相信到后面一定会看到成果。现在的铺垫是为了以后更好的呈现自己的精神风貌，不信让他往后看看。好。我相信啊，就是每一位来到这儿的学徒也好，包括我们这个节目的初衷也好，都不是为了去博得关注，而是因为不断的去专注于自己的业务的过程当中，才受到了越来越多患者的信赖，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所以小白未来还有那么长的时间，大家慢慢看着他一步步的成长起来。其实在过去3个月当中，松岩在我们整个的学习过程当中，也是患者最喜欢、收获感谢最多的医生。就比如说来到我们岐黄院的朋友，锤锤的那一期在做美容的时候，其实内心是有一些紧张的，但是松岩其实在身旁一直给他非常非常细心的引导。Mirror, mirror, who is the beautiful woman in the world? It's you. 而与此同时，也收获了一个新朋友。沈月来了，来了！因为沈月就觉得松岩就像一本百科全书，你说的什么内容他都能够听得进去，并且能够听得懂。腿断了的那个地方哎，长了一撮毛啊！对，就是因为他腿断了吧，哎，气血就都涌到那儿，用来修复了。只要气血足，他的毛发就长得好。对，在你身旁的时候，他不单单是一个患者，更是你身边最亲密的一个朋友。前2天所说的，在义诊阶段的时候，其实也收获到了非常非常多真实患者看诊结束之后一封又一封的感谢信，其中小白的感谢信是最多的。哇！所以这些真实看诊阶段，他所收获到的每一份感谢，都是来自于松岩自己的信心以及所有的贴心和你的专业的表现。再一次。掌声送给来自草原的热血医生白松岩，谢谢大家。3个月前，我们学徒在来到岐黄院时，在导师面前做了第1次自我介绍。3个月时间过去了，我接下来要把这个环节交给你，希望你用这个时间再一次的好好介绍一下自己，在过去3个月收获了怎样的成长，也让在座的各位导师，让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更加了解你。那稍后导师给到多少的机会和 offer， 也说不定看你这一会儿怎么表现了啊！加油！
各位老师好，我叫白松岩，目前就读于广安门医院，大家都叫我急性子。但是现在我想告诉各位老师的是，经过3个月在岐黄院的学习，我的4诊升级，我的方药升级，我的操作升级，我现在是急性子 Plus 版，升级了。对。如果让我现在来比喻我自己，我相信我绝对是一只潜力股，并且即将上市，一定会红线冲天。如果您愿意现在投资我的话，我会让您的回报是翻倍的。谢谢各位老师。整得我现在感觉要起拍了一样。那么现在就要把时间交给各位导师了。有怎样的机会在等待着松岩？接下来就请各位导师们，如果你们为松岩而心动，就请为他举手。哇！6份 offer。今天看到了升华版的急性子，确实不管在理论、实操等各方面有了很大长进，将来一定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好中医。谢谢老师。松岩，我感觉总结得非常好，在这个从医这个路上，把自己当成了小白，对于每一个他没有学过的东西，他真的很认真的在那思索，在那琢磨。实际我并不厉害。但是我们医院很厉害，我们地区很厉害。你别谦虚，老师你敢说我都不敢听。哦，是喊人了。我们天津是中西结合的发源地，有近代中国中西结合看天津之说。前年我们以第1的这个身份进入了国家医学中心，医学中心可以讲是我们国家在医疗领域的国之重器。如果你将来到我们医院，会有很大的发展前途。谢谢王老师，谢谢王院长，谢谢您。我搞中医差不多有60年了，这个中医呢也当了14年省中医馆区局长、肛肠科的主任、妇产科的主任、儿科的主任、泌尿外科的主任来给我操访都多。我还有个别还是博士生导师。怎么样吸收的，那是我们院长的事啊。我呢，我这里呢，就是说你有机会来跟我操访，因为我看你很灵动。感激不尽，老师，谢谢老师，谢谢您。袁老师也是我的老师，袁老师那个协定过来，我们的辈分就差。坚决赞同袁老师，医院里也会欢迎。谢谢老师。这个袁老，这个王院。让我抢个人啊！让我抢个人啊！抢个人啊！那首先呢，我特别欢迎你结束在岐黄院的学习以后，回到广安门医院，拐角就能看到我。物理距离的近，近水楼台，我们可以有更深入的一些交流啊。其次呢，我跟你老师关系也很好，然后如果你想继续其他的一些专业，老师搬出来了，好猛啊！真在抢人。你可以继续的留在我们这里，再深造，加油！你现在就在等待慢熬绽放了。那最后我们要问一下修董，您有怎样的机会可以提供给他？终于给我机会了。这样您最后给这收尾。我觉得这个孩子呢，第一个非常阳光，非常好，第二个他有情怀。我们中医无论你谁说啥，你得给患者把病治好，是不是啊？他是他姥爷那块传承下来的。我的医学旅程呢，是从我的姥爷开始的。他是一名非常朴素的赤脚村医，他是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在中医药大学呢又毕业，系统的学习过中医理论。我觉得呢，这都是你的基础和强项。我为什么举手呢？我觉得他很有前途，很有造诣，他挺令人感动的都。谢谢修董，小白也给大家打了个样，收获了6份 offer， 非常厉害。相信小白一时半会儿也很难选啊。小白，你上哪都行，你上哪都能够发扬光大。是，
因为每一份老师给到的认可，我觉得既是机遇，更是一份很好的鼓励。所以这些机会呢，小白就全部收下。而后呢，在之后的这个学习道路的过程当中，然后可以和老师们去多多沟通，多多交流。再一次掌声送给白松岩。本节目由修正药业联合冠名播出，专业良心，买药认准修正。那现在邀请下一位，我们的严静。今天爸妈一来，感觉这个状态非常的昂扬，更加有信心。这个做好准备，我要开始提问。有网友说中医历史上有无数的女医默默无闻，甚至在历史上也未能留下自己的姓名。你作为一名女生选择了中医，你觉得怎样才能够留下自己的名字？首先，我想反驳一下，就是女中医默默无闻这个观点一定是错的。我们女医其实一直都在。像汉代的易硕，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记载的女中医。到了近代，有我们的鲍姑，她以一手艾灸闻名于世，一生都在治病救人。到了明代，更是有谭允贤写下了《女医杂言》，把她一辈子的临床经验对于妇科的诊治病案全部公之于众。那样的年代，他们不是不存在，而是说很难被记录下来。即使是这样的环境，他们也给我们留下了无数宝贵的经验、财富和医术。而我自己的女医成长轨迹是从中国第一位女国医大师刘敏如老师踏入岐黄院的那天就变得非常的清晰和真实。好，老师好。热烈欢迎。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座活生生的里程碑。中医是一门科学，所以我希望我们的青年人能够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他们告诉我们，女医的路已经走了2000多年。在岐黄院的这段日子呢，我对于传承也有新的理解。国华和周双林2位老师，他们教会我中医这条路其实从来都不容易。我自己23年做中医，但是我没有觉得孤独，因为我喜欢。不是你就是我们的路。抱一下，抱一下，抱一下。哎呀，他们也是一步一步克服了很多困难才走到今天。我们女医现在站在一个最好的时代，我们有学校的系统教育，有医院的专业平台。我们还可以通过短视频去传播我们的中医知识和文化。我想说，我们不必执着于一定要青史留名。对于我们来说，只有当患者通过我们的医治，他重获健康，这个才是我们最好的留名方式。谢谢严静刚刚给到的回答。其实，在整个的学习过程当中，不光是观众，各位老师对于李严静的表现也给到了非常棒的评价。沈老师就夸过他具备了一个将来做大中医该有的临床反应。他脑子动得还是很快的啊，这是也是反映了一个将来你是做一个大中医，你必须需要的一个临床的一个随机应变，这很重要啊。吉向华老师也说他手感特别好，对病情的描述非常准确。李严静呢，基础非常扎实，并且他在把脉的时候啊，手感特别好。而且之前王金贵老师也夸我们严静，说他心理素质很稳定，是块学中医的好材料。严静真是非常的钻研，跟他名字一样，真是将来一定是一个在临床上是一个中医的好料。我们也相信这个中医的好苗子，无论如何，现场的各位老师肯定不能错过。在他们举手之前，还是先请李严静再一次做出你的自我介绍。各位老师好，我叫李严静，来自江西中医药大学研3在读。面试时我说过，为了更好的救治患者，我一直主动的去收集我的中医技能包。2位老师好，我叫李严静。然后对于中医，我的好奇心是特别重，所以我看到很有意思的诊疗方案、跟诊治、跟治疗方法，我都很想学。老师，你刚刚说的我全记下来。在岐黄院的这3个月，我的技能包发生了多次升级。首先是沈卫东老师重塑了我的针灸临床思维，一要从身体的本源上去治疗，又要从这局部上去治疗。针灸治疗和现代医学的治疗实际上是异曲同工。我们可以通过多针浅刺，让它皮下脂肪给它消融。老师好厉害！
然后齐向华老师锤炼了我的脉诊手感。摸一摸哪一个稠哪一个稀，又透过血管壁感受血液的浓度。哦，这具象化也太具象化。然后最后是王金贵老师，他加固了我的医者心智。中医讲究的是大医精诚，他之所苦，于我身，病人的满意更为重要。这些收获都让我在面对患者的时候变得更有底气，所以我现在已经准备好了，希望各位老师多多给我机会。各位老师，要不要给他机会，就看接下来这一下了。3、2、1，请举手。直接抢。王敬轩，请放手。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老师不想给你 offer， 就是希望你在现有的基础上有更多的技能，更多的临床思路，在我们下一辈里面做一个很好的整合。还按顺序来吗？下一个就是您，下一个就是您，您别急。这个严静啊，和我们所有的同学啊，你们大可不必紧张，肯定将来我们有好工作，修整将来给我们保底了。这个说到这个严静，女患者相对的比例是非常高的，所以说从事妇科也大有前途的。我们有个计划，3年之内把我们医院打造成一个全国妇科规模最大的医院，成为中西结合生殖中心。如果你要读博的话，天津的中医、西医、中西结合大家也很多啊，我可以推荐，我可以保举。好，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老师，马上读老师，马上。感觉你现在马上订票直奔天津了，已经。你听听秀总怎么说，非不他给你更优厚的条件就把你挖走了。哎呀，我就想早点说，因为啥呢？该说的都让他们说完了，我就这让到最后。我感觉他是很用心的一个人，他有责任感，有团队精神，未来能是个领导，是吧？直接到领导岗位了，把副总位置给你了。他有这个潜质。老师，他能够啊考虑到大家，考虑到别人，啊不是光考虑自己。我也帮你推荐，中国中医科学院是你们曹洪新校长做个好朋友，现在也在你广安门医院给他做诊的老校长啊，我也可以帮你推荐。我保你成，推荐大家，我保你成。我比他这个提高1块。我呢只能一条，你读研的所有的费用我出，我们修正。啊，读博。马上考博。进一步进阶学习的费用，所有的研究生你们再深造的，我全给你包了。这个可以现在说。真的假的？现在可以说吗？可以。你们6个的啊，读研读博的费用我们修正全出。你们6个的啊，读研读博的费用我们修正全出啊。好。不用，应该的。我这个梦想就是用这个 AI 啊、数字化呀，确实要把中医给推广出去，让更多的人享受到中医的好处，因为中医中药而健康起来。好，谢谢邱总，谢谢您，谢谢老师们。来，请入座。天津我来了。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4K 更清晰。好，那么接下来，王玉已经按不住了，是不是？哦，是的。那王玉来吧。好，王玉啊，网友们关心3次单期考核成绩第一，2次单期考核成绩垫底，这个成绩的波动这么大，专业能力起起伏伏，你的优势到底是什么？好犀利呀！我的成绩呢，也刚刚小齐哥说到，我觉得就像一个心电图一样，你的 P 波，然后 QRS， 然后，但是这也恰恰说明了我心还在跳动，
我并没有躺平下去，特别是这几位非常优秀的女同学，她们的基础非常的扎实，我就觉得我自己也肯定不能够躺平。第一期的时候我有134斤，然后到今天，我今天早上量了一下，只有116斤，就是我也没有刻意的去节食，但是就是因为承载着这种压力，每一次考核我都要觉得我要拼尽全力，我不能让别人看扁我自己。好。因为身患斯蒂尔症这个疾病，一度被他们推向深渊，但是又是被中医所拯救、所托举起来。就是因为他用身体验证过中医疗效的独特经历，也让他对于中医的感受不止于书本，更是带着信念和温度。而且我们第一期宋兆普老师当时也说了，这孩子亲身体验过针灸，他喜欢了。喜欢与不喜欢就是两个概念。这个孩子他自己感受过针灸，对，喜欢，对，喜欢呢就不喜欢是两个概念。是。而现在我们就要请他再一次做出一个自我介绍。各位老师们好，我是王玉，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老师好。猫爪草。谁是猫爪草？哦，我是猫爪草。老师们好，我叫王玉，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专业，然后经过3个月的学习，现在在各位齐黄院的老师们的引领下，我觉得我得到了一个制胜法宝，那就是咱们中医的辨证论治。它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力量，因为它能让我也成为照亮别人的一束光。因为我判断是有寒的，然后你感受一下。真的不疼了。之前我这样站，其实我得这么站，就是变成企鹅站姿，我才能不疼。怎么样？我们这好厉害！动动这个位置，在这揉着，它有变化没？好像好多点点。它下面有一个小疙瘩，还真的有一点神。对。未来的日子，我希望可以用我学到的这些中医知识，让更多人也能感受到中医的力量。如果各位老师就是愿意给我机会的话，我一定会全力以赴。谢谢各位老师。3、2、1，请举手。哇！同样是6位，而我们陈老师，我看今天也是第一次举手。刚才3位学生，前2位我没举手，不是他们不优秀，其实呢是对我的专业不太适合，因为我搞的是点穴，以指代针的点穴疗法，全国都到我们那里做治疗。王玉之前的时候，他就对于点穴其实一直在认真学习。拜师吧。哦，谢谢老师，我现在马上就是有杯茶水什么的，我马上。王宇你好，我想你一定会有很好的一个发展的前途。那你也在北京，然后我也在北京。先从地域上讲，在北京找我比较方便。研一啊，那你还有1年多的时间来考虑，要不要到中国中医科学院来？好的，老师。我觉得这个孩子呢，他感情还比较细腻，那种执着专注，他有创新精神。所以呢，给你一句祝福，祝愿你能成为一代名医。我估计你也能成为一代名医，啊！谢谢舒总。刚刚王玉一共收到了现场的6份 offer， 再次祝贺王玉。谢谢小徐，谢谢各位老师。然后现在是下午的4点33分，在4点28分的时候，我们的赵乐怡同学再一次收到了国家级奖学金，祝贺！刚刚收到了通知消息，对不对？好，谢谢小七哥。人逢喜事精神爽。好。
好，那么接下来是身旁最了解你的人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其实挺现实的，就是在之前节目播出当中，大家也注意到了，无论是7块钱的奶茶、10块钱的饭，不超过70块钱的裤子，一部旧款的手机呢，你会一直用到报废，以及现在9年的中医博士已经在2家医院出诊了，生活还是非常的节俭。他们就会好奇，中医呢是不是没有前途？这个钱呢是金钱的钱，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该如何去回答他们？就是首先就是博士，他跟这个金钱，他首先他就不是一个挂等号的一个事情。朋友都会问我说，你现在中医博士你能拿到多少钱？我就会直接的告诉他们这个答案，他们听到之后都非常震惊，说，真的吗？然后，我从来都没有逃避过这个事情，我就是抠门，但这个抠门并不是因为小气，而是说我真的有很多的事情我想要去干，那这个过程当中我就需要一些开源节流嘛。这个袋子比较喜庆，这个袋子是别人结婚的时候我蹭的那个喜糖袋，好看，就留下了。但你能行吗？你要吃这个下午不饿呀？我早上吃的特别多啊。如果要是说这个前途，它指的是想要赚大钱、赚快钱，那么中医它确实不是一个好的选择。那如果要是说这个前途指的是可以为热爱而活，为自己的价值而活，为社会能够做出一定的贡献而活，那我觉得我无怨无悔。我们中医另外一个话讲的就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那邪的话，其实有的时候指的就是我们的一些不足，还有他人的一些质疑。那正呢，在我这块，我认为它其实就是我的一些努力还有坚持。只要我正气存内，那么我就会不害怕后面的一些质疑。我既然已经走到了这里，我就希望在未来还可以通过我的努力，然后慢慢的走到顶峰的位置，然后也跟志同道合的大家，然后在顶峰相见。好。之前我一直都觉得中医生就应该是一个内敛的，他就不应该很张扬、很外显。我觉得我可以正视我内心的声音，我可以把我心里的野心拿在明面上面。我就是想要拿到第一，我就是想要变得更好。我现在已经上了桌，我就不想要再下来，我就想要一直往前走。好强的发言，乐ý想要，乐ý得到。那么我们优秀与努力并存的乐ý，在最后，我们也要对自己进行一个自我介绍，对3个月进行一个自我回顾。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2018级齐黄国一班的赵乐怡，现在是博3在读。我在一开始介绍的时候说，我的特点呢是有5个一。那经过齐黄院3个月的学习，现在呢将我概括，我仍概括为5个一。在这个期间，除了连续的排名第1以外，那我还收获了一篇 SCI、一篇中文核心、一个学业1等奖学金，还有一次受邀海外交流的会议机会。然后此外呢，也是再加一条，就是刚刚收到的一条，获得了国家级的奖学金。那么我希望在未来，老师们的引导下，我可以跟老师们多多学习，然后能有更多的7个一、8个一、10个一，然后也请老师们多多相信我，这些一都将会汇成最后服务患者，让患者相信，让患者满意的一个答卷。然后请各位老师多多支持，谢谢。这3个月你干了这么多事儿，真的很厉害啊！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2018级齐黄国一班的赵乐怡，现在是博士阶段。我的专业是中西医结合临床。我的特点呢，应该是有5个一。首先，我所在的院校在中医药院校当中排名第1，所在的齐黄班也是首个本博贯通的专业。乐怡同学呢，实际上
团队的组织能力还是很强，临床的应对能力也非常强。你主问，我们俩补充，可不可以？对，可以。然后阿姨提醒一点，就是你说话一定要简洁。他的问诊比较好，问得比较全面。这个乐怡，其实你完全的可以独当一面，成为一名合格的，甚至是优秀的临床的大夫。赵乐怡反应很敏捷，就是患者来以后很快抓住主症。乐怡组能临场快速调整治疗方案，这种水平啊，在临床上能够应付一切了。那我也始终相信的就是，点滴的积累都可以汇聚成以后照亮我前路的光。我也希望可以像益母草一样，声音里带着草木的温软，但是心里始终深藏着扎根的坚韧。好，那么这个璀璨的成绩也摆在这里了。各位老师，3、2、1，请举手。好，收获了我们6个 offer。这个刚才小齐啊，问到了一个跟钱有关的问题，我也想问你一个跟钱有关的问题，就是你收到的那个奖学金，有我们这个修总资助你那个助学金奖钱多吗？这么个问题。王院国家奖学金很高，博士大概是一次性3万。今年那个国家政策涨了，今年是5万啊，5万了。哦，15万。 15万，所以要奖励你15万，15万不够，再加15万。小齐可以敲锤子了。敲锤，成交。修总作为一个企业家，在这个场合能提出来啊，资助我们所有的学生进一步深造，我觉得体现了我们这个中医企业家的这种情怀。我们应该对修总这种大义精诚的行为啊，我们表示感谢啊。确实，谢谢修总。 我经常有这么一个观点：好孩子是夸出来的，好的医生是鞭策出来的，所以我不再想夸乐怡了，所以我抛出了橄榄枝，并不是单单为了我们医院，实际说的高大上一点，我也为了中医事业。对，实际这个我们医院有博士后，我们培养的是领军人才，所以我建议你博士毕业以后进一步读博士后，因为我们读了博士以后，可能我们的视野会更开阔。 我们对中医的了解，甚至我们的弊端了解的更多。虽然我们的年薪可能没有修总给的多，这修总说这个15万没问题，再加15万，可能还加15万，45万了，我们才30多万，才30多万。但是我们有一点，我们是按科室的副主任的标准培养，也就是说学科带头人，所以我觉得比较适合你。 同时呢，你是肿瘤专业，是我们的肿瘤科是国家区域诊疗中心，我们科室的主任是个2个院士的学生，也在给他极力寻找一个比他年轻的，在肿瘤方面有造诣的、有追求的年轻人做他的助手。我觉得你比较合适，你可以以后考虑。好，谢谢，谢谢王院，沈老师。 因为我不是院长，我不能像王院长这样提出各位马上着急了，所以我对你的这个橄榄枝是，我希望你到我们上海来学一学如果你做肿瘤，你跑了10家医院，肯定比你在1家医院看的要多，方法多。我补充一下，我拦你一句话，你这个博士后他不是固定工作的，如果感觉这个医院不好，你可以哪个医院好再去哪个医院。您继续。乐怡啊，是这样的。 实际上呢，现在普遍我们中医层次非常高，像我们医院现在只招博士后，就是我新职工全是博士后，所以这个学历只是一个方面，但是我们开这个初入职场中医系的最终的目的是中医如何更好的进入临床，为大众服务，这是我们的目的，是我们的初衷。 我没跟修总商量过修总应该成立一个基金，这个基金就是资助这样一批愿意学中医的人，走遍大江南北，希望你们能学更多的，去融汇、去贯通，这样能把整个中医的水平提高到一个新高度。你有专，但是你也要广，要有宽度，
要有深度，这样呢，我相信我们的中医可能行稳致远。需要怎么支持我就怎么支持，没问题。这个修总老让您掏钱，您愿意吗？哎，掏了钱，他们有可能可以反馈啊，发现了一点新东西，又回馈给修正，是吧？施恩不图报。无论是修总还是修正，其实在此之前的时候就已经不断的在投入到年轻的人才的培养啊、选拔的过程当中。其实这是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初入职场中医季呢，其实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又是一个新的契机，能够通过更广的眼光去发掘这些年轻的人才。现在什么时候轮到我发言？下一个，我刚刚那边争成这个样子，我得请袁老师说2句话了。这么优秀的人才，咱长沙得出手啊，在长沙。我又来讲几句啊，我也当过院长，我也当过持久医生，我也当过这个基层的局长，我也到省中医馆去，我当过14年局长，我看的比较多啊。中医讲望而知之谓之神嘛，从医台他来看，他是一个搞医的人，啊，他比较沉静，并且心里比较安静，这个在那讲话呢也不浮夸，一双眼睛看很聪明啊。因为这里有院长，有大老板，他们有钱一说那个里面，但是我们中医妇儿院重点对于肿瘤，特别是大肠肿瘤，我们实施者来讲呢，就是你的条件、博士啊，在那一些那个和你的资质各方面啊，我们院长表态呢是非常符合的，愿意来，我说可以，好不好啊？给你给好多钱呢，我们可能我表不了态，有态。好，院长补充说明，我们武授的待遇，在长沙来说还是可以的哦。天津30几万，我们税后也是30几万，我们还提供启动研究资金，我觉得你来是非常适合的。再一个，我们医院是仲景座堂圣地，就是法从众圣师常配啊，医学长沙自由镇，欢迎你来。谢谢老师。轮到我了吗？隆重到您了啊！我虽然来时间短，但从昨天和今天我就看出来，你呢知道你今天的位置，明天你想要什么，你很清楚、很清晰，这个确实是难能可贵啊。另外一个呢，我们中医就是辨证施治，我发现你在做每一件事的时候有哲学思维，这非常好。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这个在药上使劲儿。昨天你在给你配方上你在讲，我听明，你挺懂得药理的。我整体给开的是越橘丸，然后再加上青蒿鳖甲，还有这个桂芍龙骨牡蛎汤，这主要就是疏肝解郁，然后还有它的行气散结。所以我是觉得你的越橘丸用得好，啊，解郁又祛湿。这个用药的方法啊，挺值得我赞赏。谢谢。所以呢，非常非常看好你啊！你读博士后，我费用我们照样全出。你走遍全世界，我们也给你出费用。全世界啊！你到哪去，我们都一路支持你。我们盼望你成为一代名医，成为这个弘扬中医中药这个把它给人类治好病，在这个征程上，你能做出你应有的贡献。我觉得你有这个潜质。也希望你有这个能力，让我们共同努力用中医中药让人类都获得健康，我们成为一个叫健康共同体，这个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这个使命吧。好，谢谢修总，非常感谢修正的支持，非常感谢。那么再次祝贺乐怡收获了我们现场老师的6份offer，祝贺。好，请坐。好。那么接下来。王涵，哎，来喽！其实昨天来看诊的这个秦庆，我不知道大家
之前有没有关注，有没有印象？秦庆呢和王涵都是有着一个专科出身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而节目播出之后，有些网友就在关心说，像秦庆受到了很多的关注，但是呢，感觉王涵在这个节目播出之后收获的关注却没有秦庆那么多，或者你内心会去做这样的对比吗？哇，是这种恶评。其实我觉得大家能够拿我跟晴晴姐作为一个对比，其实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认可了。因为晴晴姐是我曾经的一个榜样，我们两个有着相同的经历，我们都是低起点，我们都要靠自己的努力去拉平和别人之间的差距。我刚开始上专科的时候，我也在质疑我自己，我也在担心，就是我的学历会不会让我在找工作的时候被拒掉。或者是我能不能成为一个能够治病救人的医生，可能是东北人所说的那一种死磕精神一步步过来的。我花了20天时间背完了279首方剂，我家里的电子秤是我去练习把脉力度的一个工具，然后我们家里的黑板擦了又写，写了又擦。所以我想说，英雄从来不问出处，能够走出雨季的从来不是伞，能够走出雾天的也从来不是光，能够攀登上险峰的也从来不是楼梯，而是那个不为前途多么艰难都勇敢去追求的自己。的确路很不好走，但是王涵一直有着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这样的勇气，也值得掌声。那么接下来就要请你回顾过去3个月，为自己做一个崭新的自我介绍。好，又来到这里了。老师们好，我叫王涵，来自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考核截止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写满了96页 A3 的思维导图的纸，我也写满了7个知识点的笔记本。图书馆的老师称我为搬运工，所以我想说，这3个月以来，我很开心，我收获到了很多，我学习到了很多，我成长了很多。所以，我还是想说那句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路，只有自己走的路才是最漂亮的路。我的路呢，就是我会坚定地成为一名合格并且优秀的中医。王涵既学过方脉，也学过针推，他的综合能力也很强。王涵从头到尾非常从容，你就没有见他的整个台面乱过，这个感觉很好。王涵姐姐，我觉得她非常温柔，然后很细心。你看你可以呀。事情总会过去的，天也会晴的。他可以直接跟我指出这个穴位在哪里就行了，但是他还那么细心的去教我，然后还确保我学会。他有这个热感，能感觉到吗？不要烫到自己。小姐姐很细心，就她会照顾到我的情绪，给了我很多希望。未来是不可知的，未来可期啊，对吧？这是很重要。谢谢老师，谢谢。我的一个初心就是尽我最大的努力去把他们治好。谢谢老师。好，那么各位老师，做好准备，3、2、1，请举手。好，同样是6个 offer。王涵从艺术到中医，从专科再到本科，你就像珠宝要经过很多次打磨一样，会越来越璀璨。谢谢老师。所以我希望你用你自己的这样的努力，去影响和感染到更多，因为确实我们有一些在刚接触中医的年轻的孩子里边，他会对中医没有那么多的坚定和坚持。你要去讲述你的故事。好，我觉得这个王涵啊，这句话说得非常好，英雄不必问出处啊。实际我们古代的许多大名医啊，徐灵台、乾隆的御医啊，清朝来讲是最大的名医啊。俞家言49岁转过来学医，啊，大名医啊。我们再说这黄埔密，到了成年以后写出了《甲乙经》，所以说我觉得后期的努力非常重要。我曾经那个读本科的时候，2次期中考试不及格2门，一个是内经，想象到吗？一个是眼科。30岁做了科主任了，感觉不学不行了，你查房你都应付不过去。真正的是30岁认认真真的做。英雄不必论出处，啊，也恰恰是这一点激励了王涵。他针灸推拿煎丸之法无所不备。如果这个你有更好的地方，天高任鸟飞，啊，你毕业的时候可能我还在任啊，我这给你保底。哦，哎呀，真好。谢谢老师，
谢谢王院长。那么再次祝贺王涵收获了6份 offer， 祝贺你。好，谢谢各位，谢谢。好，请入座。那么最后，来，阿姨。首先是来自网友关心的问题，因为阿姨之前总是在节目里面提到过自己是年龄最小的，当然经验也最少。那年龄小和经验少会成为你自己经验不足的挡箭牌吗？哇，这啊，好尖锐，好尖锐，救命啊！首先很感谢网友能关注到我。其实我是在今年的9月开启我的本科大五的生活，然后今年的6月才开始到医院实习。年龄的差距，其实也是我经验积累的差距。看到我身边很多优秀的同学、师兄师姐，所以我心里难免会很慌张。然后我也看到网友问，他能力那么差，还敢来节目露怯，其实我想说，一个人永远没有完全做好准备的时刻，有机会就抓住，边做边学。你不犯错，你就不知错。作为少数民族学中医，因为对这些阴阳啊、虚实这种词不仅仅是陌生，更像是一个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一个思想体系。我要一个字一个字的查，重新的去理解。对，要记。所以我总感觉我学的总比别人慢半拍，然后还是你付出的会比别人更多。然后从小就是很想当医生，但这条路对我来说非常难走。但是很幸运，又很幸运的是，我有祖国外挂。在从高中起，因为国家资助我，然后来到了深圳读高中，读内高班，然后后来又很支持我到大学读了我喜欢的专业。大学期间各种奖学金也是我能够顺利进行这个学业的一个很重要的保障。我们国家它不仅是给了我这样的一个走出来的机会，也让我离我实现我的梦想越来越近。我现在也是非常的想能够快速成长，然后能够早日学成，也可以回到家乡，可以治病救人，然后早日可以报答祖国。是。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就是因为阿姨用自己的经历告诉了我们，国家就是我们个人发展最强硬的底气，而阿姨就像是从边疆飘来的一颗小小的种子，然后在这片沃土上开始不断的去生根发芽，和中医不断的去产生交织，而且在国家大力推动中医要出海的今天，年轻的中医也带着文化自信走向了更为广阔的世界，而中医的文化破壁也在加速突破，而阿姨正是这其中非常优秀的代表。此刻我们再次把掌声先送给阿姨，做的已经非常棒了。那么阿姨3个月的时间过去了，我们又要再一次的自我介绍自己。各位老师好，我叫阿依祖热木森买提，来自广州中药大学。我叫阿依祖热木森买提，来自新疆喀什。我是天山雪莲，新疆人。新疆人啊。现在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2临床医学院，是本科大5的学生。走进秦皇院开始，第一次实习压力却扑面而来。毫无临床经验的我，就像没拿枪就被推上战场的士兵。从学生到医生这一步，真的很难。我好难过。为什么？怎么了？就是不自信，就会害怕。你害怕？我实操不多，临床上就练的不多嘛。没事儿，没问题的。我会哭。没关系啊，哭就哭。没关系。第3阶段的考核，我今天生理期很难受，心态完全崩了，很想退赛，很累。
像我想到，我不是来跟别人比的，我是来超越自己的，又燃起了斗志。阿姨很早起来拿着书在那看，她真的是很努力的人。阿姨每一次抬头看她，她就是在看书。不管我们说什么，她都会记下来。阿姨，你还在复习吗？你好认真，做了很多笔记。我觉得我这次比上一次会更好，继续进步。对问诊的逻辑阐述方面呢，还是阿姨更胜一筹。太不容易了。谢谢组长。请看看热医生的厨艺。加油，加油！开始。哈，挑战自己，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今天这个挑战环节，我倒是觉得阿姨还不错。我觉得你可以再自信一点。其实你是很优秀的，你像刚刚问诊的时候我没有说出来的问题，你都答出来了，所以你是有这个基础在的，所以你一定要自信一点。谢谢文玉哥，加油加油，我们下午一起加油，加油加油！第3名是阿姨。最近的几次考核，我也开始从容的面对患者，可以淡然的面对输赢。我现在好像整体成绩还是倒数第1，但我已经做到了最好的自己，是我自己的第1名。现在我也是成功推免，然后接下来还有研究生路上很长，我要更加的要努力，要把理论用到实践临床，希望能够达到会看病能治病的目标，坚定的走下去。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哇，陈老师已经第一个举手了。来，3、2、1，请举手。好，收获了我们现场6个 offer。阿姨同学，你是一朵美丽的天山雪莲。我看你做药膳的时候，确实是非常聪明。你一定要保持着你这么一颗学习的兴趣，未来可期。谢谢老师。我也欢迎你到我们医院来游学，我们大家互相交流学习，包括你的明州的医药和我们中医药的结合，你将来是有非常好的前途的。谢谢老师。好，谢谢刘院长。新疆的这个学生啊，我听了一句话，我很感动，就是他学了要回到保护他的家乡，这一点就了不起。第二个，你刚好是我们广州中医大学的学生，我是在广州中医大学第1附属院回聘的老师，所以你到我们哪里学，相对就比较近了。我这实话实说，出门拐个弯到了，所以你这个机会就难得。感情挺充沛的啊。这个少数民族医药啊，有它非常独特的一点，希望你呢下定决心把中医做好。中医讲的就是修正，去邪扶正嘛，就是不断的精进和完美，就是修正。治病也是在修正的过程当中，所以呢，你们都在修正，都在修正中成长，在成长中继续修正。哎，你是不是最小的？他年龄最小啊，所以他一开始来的时候不是紧张吗？真有培养前途的。他这个时候费用贵了，他是要有硕士还有博士了，你有的搞了。啊，这么算账啊？没算过这账。好，请入座。另外呢，我想呢，你们6个我都全都想要，因为看你们年轻，看你们有未来，未来可期。我们6位学员已经讲述完了，大家在岐黄院付出的3个月的汗水、努力和坚持，要迎来一个终极的答案。那现在就由我和静轩来代表所有的导师，来代为颁发15位中医大拿联名推荐的中医大拿推荐信和中医项目孵化的专项支持。
这不仅是一份认可，更是一份祝各位在中医之路上走得更远的信任。而这份机会究竟会花落谁家呢？我们的联名推荐信。那么这3个月，其实我有清晰的看见自己的进步。我既然来了这个比赛，我肯定是希望我能拿到最好的 offer。我觉得1半以上的概率是我。整体的表现，我觉得在各个老师眼里应该也还是比较稳定发挥，然后也比较全面。恭喜！赵乐怡，赵乐怡，赵乐怡。恭喜赵乐怡在整季考核当中共获得45个药材，位列第1。在初入职场中医季中，该同学凭借扎实的专业技能与优秀品格脱颖而出，以综合考评第1的成绩，圆满完成了为期3个月的临床见习与理论学习，生动展现了新时代中医青年的追求、坚持与奋斗。中医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是初心所系。更是使命所托。青囊与银针所象征的医者仁心、悬壶济世的中医精神，理应在每一代杏林传人中赓续、绵延、发扬光大。我们诚挚推荐该同学，愿其始终秉持医者仁心的信念，精勤不倦，慎思笃行。在守护生命健康的崇高事业中书写华章，为传承发展祖国医学、建设健康中国做出卓越贡献。再一次祝贺赵乐怡。中医呢，它更多的是讲究传承，有那么多的前辈都是很受我们敬仰的老师，在这个联名信上面签名，它代表着老师们对我的认可和信任。那这种信任，它可能承载的就是前辈对我关爱，然后也是对我的一个期望。这个会激励我在中医路上面继续前进，走得越来越远。我们剩下5个人，对赵姐能拿到这一份所有导师的联名推荐信，都是为她开心，而且是非常佩服、幸福的。乐怡师姐她很厉害，各个方面她一直都在不断的在突破自己。乐怡想要，乐怡得到。这也是印证了他这句话。我们俩一直是对手，然后我们现在终于可以，然后只做朋友，可以开心的贴了。又拿了一个1。我很荣幸能够，受到认可。首先感恩这个平台能给我一个机会，然后也包括修总。他们一开始问我说来这个节目的初心到底是什么，我说就一个。我想让中医药让更多的人看到。因为中药是我们国家的瑰宝，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他不相信了，他觉得这个东西你没有科学道理，没有依据，然后他会说你所有的中医都是伪科学。可能很多人都吃过双黄连，但他都没有意识到那个是中药。因为我切身的体验过了，我觉得它不应该被我们这样抛弃，它应该随着我们的时代越来越往前走。我觉得它能在未来发出一个璀璨的光，所以我真的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看到，看到之后再相信。而这个节目，我觉得就给了大家一个看到的机会。然后我也很高兴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被认可，谢谢。祝贺乐怡。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修董来向大家宣布中医项目孵化专项支持的具体内容。乐怡啊，刚才都把我的泪点给触动了。今天我特别激动啊！刚才他一说，我都
就掉眼泪了。对，真的让你感动的。我觉得乐毅啊，确实是有这个实力啊。我觉得我们大家一定要把这事做好。中医中药这是挺尴尬的这个事儿，是不是？确实是叫我们挺难受的。中华民族的瑰宝就靠中医中药延续下来的。他要证明这个，我觉得我们就必须用实力来证明，给患者治好病，用中医中药给他治好病，才证明我们中医的价值，真正是瑰宝。初入职场，中医记，我看到大家是这个状态，我非常高兴，看到了中医中药光辉灿烂的未来了。我们这些老中医们这么悉心精心，这么充满爱心的关爱这些年轻一代，让他们都能早日成才。中医项目的孵化呀，你把立项之后呢，我们让这些老专家们看一看，大家通过了之后，所有的费用我们出来给你把这个立项给你完成。修正药业30年，你不忘初心，治好疾病，牢记使命，百姓健康为我们的誓言。所以我们呼吁所有年轻的中医药的传承人们，秉持在修正中成长，在成长中修正的信念，为健康中国的使命而奋斗。今天，我们修正药业将为所有的学员们提供中医项目孵化的专项支持，可参与国家级课题的研发或新药研发、上述研发、修正提供实际参与机会，同时也可以提供研发相关的奖学金，助力我们的学员成长，研发更多的中医相关造福人类的技术和产品。我们共同努力，让人类用中医中药获得健康，走向未来。我有个问题，兄，咱们这个立项能支持几个项目？我现在手里有好几个项目。只要是方向正确，只要是值得立项的，几个都得立。好，那越多越好。有 AI 的，也有癌痛的。太好了你！我们一定要用这科技的手段，用中医中药的理论来改变世界，让人类获得更多的幸福和健康。你立项，我来给你孵化。谢谢兄了，谢谢兄。好。我们3个月的齐黄院的学习时间就正式进入尾声了。在这里，我们要认真的感谢今天在场的和来到过齐黄院的所有的导师们的倾囊相授，感谢各位前辈的托举，感谢修正药业的支持，更要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支持。无论是节目也好，平台也好，我们会继续致力于中医药文化的推广宣传，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去食用、去获得健康的身体和生活。节目的结束并不是终点，而是一个全新的起点，也是我们所有的学徒们再一次起航的日子。在这里也祝福所有的学徒们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够越走越好，把所有的祝福再次送给你们。昨天晚上写了一点东西，删删减减，所以现在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我非常感谢初入职场中医季台前幕后的所有工作人员们，感谢大家时常怀着一颗对中医敬畏的心，感谢。接下来感谢各位导师的倾力教授、答疑和培养，才让我们节目被很多人喜欢，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属于我们中国自己传承了几千年的生命力量，真的很感谢。然后我要感谢在齐黄院的每一位学徒。3个月的时间，说长也长，说短也短。我们从大暑走到今天正好是霜降，我们从日升走到月落，我们从陌生走到相熟。因为每次考核彼此的陪伴安慰，共同应对每一次挑战，都是专属于我们的难忘经历。想说的话太多了，思来想去，还是想分享一段
我非常喜欢的话，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话，送给几位我的好朋友们，同时也是对我这3个月以来最大的感受和概括。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是愿普救寒林之苦。若有饥饿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有廉耻，愿亲善诱，怀于一致，不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也备瞻前顾后，自律吉凶，护惜生命，健彼无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显息，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做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谓苍生大义。苍生大义，苍生大义。如此可谓苍生大义。非常感谢节目对我的这种历练，让我蜕变成了不一样的自己。也很感谢就是3个月里边一直在勤勤恳恳的自己吧。吾忆往昔之不谏，之来者犹可追。把这里所有的精神财富都变成我向明天更进一步的铺垫和基石。我不气馁，我的战场是患者需要的地方，在那里我要争一个第一，我要争一个患者心里的第一。这段经历是我人生的这条河流当中最璀璨的一段经历，可能往后时常回想起来，我觉得都会是我继续前进、继续成为一名好中医路上的一个动力。一定要变强，才不会被别的事情打倒。所以未来就是要继续的，要更加的努力，最后要拿实力来证明自己。你如果把这个时间拉到20、30年、40、50年以后看，安医主任莫瑟买奇中医，我相信他会未来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名大医。我觉得这3个月是我这20多年以来最刺激的3个月，从中收获了很多，也收获了友谊，所以整个下来，我觉得自己变成了王玉 Pro 版。在未来一定要继续坚持，把中医这条路走下去，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中医的光芒。我觉得对于我们还在成长当中的中医来说，我们可以在广中求深，把我们的眼界放广，把我们的技能放广，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深耕某一个领域、某一个方面。希望中医要让更多的人看见，所以我想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力量去更加的去宣传、去弘扬。从大家身上感受到了，就是大家对中医的热爱、坚持。不管是我们留下来的6位学徒也好，之前大家一起第一次比赛的12位学徒也好，热爱中医，想传承中医，想把中医发扬光大，让更多人认识中医的这个理念都是一样的。上班了！哇哦，春捂秋冻，怎么上班为啥这么快乐呀？因为在一块儿的人都很快乐，都在自理里边了。来吧，家人们！哎呀，我天哪！我自己，咱们要不给自己加个油吧？岐黄熄火，传承有我。没想到时间那么快，我们3个月下来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我希望我们这几个人出了岐黄院以后，能一直是好朋友，常联系，然后我们每一个人的愿望都要实现。3、2、1，哎，都能实现，一定到，愿望一定到，一定到，中药越来越牛，
越来越牛，走向全世界。大家都看到中医，所有人都能享受到中医的益处。我们越来越厉害。祝所有人一生平安，青春远志，医道当归。晨光亲吻，百草双背包载满青涩的向往。指尖叶动古房里的秘藏，推开门是未知的土壤，迈向诉说生命的回响，压向萦绕初心的形状，跌跌撞撞也学着去担当，每一步都写下新篇章。汗水浇灌稚嫩的梦想，古老智慧在指尖发烫，不问路障，只问心之所向。青春远志也都当归。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节目官方话题“初入职场中医季”，解锁更多朝养生活秘籍。上微博带话题“初入职场中医季”发博讨论，共同见证中医新生代的力量。上百度 App 搜索话题“初入职场中医季”，一起参与话题讨论。特别合作映客直播。本草